好东西啊！要是咱们的货物都用这个符纸来装，岂不是能赚大钱了？温姑娘，这个符纸卖吗？不卖的，你想的挺好啊。可惜空间符不能量产，而且效果只要3个月，超出的时间就没有了。送你几张玩玩还行，想大规模用在你的商队，除非我修炼到了炼虚境，修成半步神仙。哦，这样啊，是我想的太简单了。那我厚着脸皮要几张玩玩。免给你，老主顾了。再给你几张平安符、驱邪符。嘿，多谢。薛不凡一脸占到便宜的笑容，4个下人抬着去休息了。你以后别这么大手笔了，那些空间符有钱都买不着的。朋友嘛，贵在交心。薛少东家这个人值得一交，他的面相自带财运，以后会更有钱的。现在交好没坏处的。哎，我家大姑娘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财迷啊？还不是跟你学的吗？温卓清马上抢过梁舒尔手里的盒子，高人风度一扫而空。嘿，看看有没有送我什么宝贝啊？照例是1000两银子，下面是一沓子的蓝色、紫色的纸。纸啊，这么小气的？嘿，你不懂，这才是真正的宝贝呢，是符纸啊，千金难求。他知道我修道的，这东西在我手里才有大用。不跟你们说了，我回屋画符了，没事别来打扰我哦。给我多准备点饭菜，等我出来吃。沐浴更衣，点燃了熏香，这才开始画符。不知不觉的2个时辰就过去了。哎，成了，累死我了。温卓清擦了擦汗，看着近乎完美的驱邪符，拿着走出门。外面都已经天黑了。阿娘，你终于出来了，我想陪着阿娘一起吃饭呢。阿娘也饿了，咱们快去吃饭吧。阿娘现在能吃下1头羊，菜阿奶炖的鸡汤，阿娘吃鸡腿。我吃1整只鸡。满桌子都是温卓清爱吃的。薛不凡已经吃完了，跟梁正远正在聊天打屁呢。这个给你，收好了。给我的，这符纸好漂亮啊！也是你送的符纸好，从哪儿得来的？以前遇到一个老道士，我救了他一次，他非得送我，我以为没什么用，想着你是修道的，就送给你了，你能用就好。太能用了，这东西很珍贵呢，别说1000两，10万两我都不会卖。也是你运气好，送你1张，能帮你抵挡1次致命的伤害。你正好挂在衣服里，洗澡也不会湿的，除非帮你抵挡了伤害，符纸化成灰就没用了。温姑娘辛苦了，回头我多送点滋补的药材来补偿温姑娘。好，我替阿青谢过了。温卓清白了他一眼，没有多说什么。轻易得到的东西就不会珍惜。梁正远这么说呢，也并没有错。梁正远负担了家里的琐事处理，温卓清就轻松了很多，每天只需要带着孩子们练功，收拾一下宅子，布置一个好的风水局，潜心修炼，小日子过得很是舒心。外面呢就没有那么安宁了。梁正远不愧是当过兵的，煽动百姓很有一套，加上山贼的压力，村民们都听他的话，每天训练2个时辰。村子里不断的听到嘿哈的声音传来。薛不凡也在梁家养伤，对梁正远做出来的香皂非常的感兴趣。梁兄啊，辛苦辛苦，我特意买了酒菜，请你喝一杯啊。肯定是有事儿找我，这酒不白喝的吧？有事儿梁兄，没事儿梁老弟的。我一听你讲话就知道你憋着坏呢。怎么能这么说呢？我是真心请你喝酒，你吃不吃吧？吃啊，不吃白不吃。温卓清不管他们聊什么，闭门修炼，他要冲破到炼气5层了。哎，梁兄啊，你这个香皂可以有意售卖。梁正远的眼神一闪，私家用的，暂时不打算卖。你要是喜欢的话，回头我送你一些，不值什么钱的。怎么不值钱啊？这东西比枣豆都好用，还便宜啊！哎，咱们合作怎么样？我虽然不做枣豆生意，有了这个香皂，我保证全天下都会用咱们家的香皂，再也没有什么枣豆了。哎，你想一想，这其中该有多大的利润呢？啊，不知道。哎，这么跟你说吧，一块香皂我最少能卖300文钱，一家1月用1块。县城有多少户人家？整个大洲呢？我薛家的铺子遍布大洲，只需要顺便开个香皂铺子，就是日进斗金呐。这么赚钱的吗？那薛老弟打算如何合作呀？5-5分，你负责生产，我负责售卖，谁也不吃亏的。温卓清在房间里面听的是直翻白眼，怎么会不吃亏呢？生产香皂需要原材料啊，还得雇佣人手，准备设备，这些可都是钱。薛不凡只需要卖出去，一间铺子2个伙计就得了，却是要5成的利润。嘿，黑呀，太黑！哎，不好，我吃亏了呀。薛老弟，你要是诚心跟我合作，2-8开，我8你2，或者我生产出来按照我的价格售卖，
至于你怎么去卖，我不干涉，咱们不合作，各做各的，如何？薛不凡一张俊脸抽搐着，这是他见过最狠的还价，一下子就去了30%啊！哎呀，梁兄啊，你确定是当兵的，不是去经商啊？这厚脸皮的程度，我都自愧不如。你夸奖了，我只是实话实说。28太狠了吧，46吧，28，不然就19。你不用觉得吃亏，实话跟你讲，我也不缺人，以前的同僚都可以来帮我，他们的老家遍布大洲，我自己也可以把这个生意做起来。薛不凡心痛，实在是太黑了。要不你跟温姑娘商议一下，我家娘子是方外之人，不擅长这些身外之物，我做夫君的不忍心烦她，耽误她修行。我赚钱也是为了给她买更多的法器，不让她因为一张符纸都觉得稀罕。我会给她想要的一切东西。薛不凡看不懂了，不是说他们没感情吗？外面人都是温姑娘买来伺候孩子的，两人竟然这么好。最终呢，薛不凡妥协了。行，看在温姑娘面子上，28就28了。你什么时候开始生产？这个得和娘子商量。你打算拿出多少钱来建造作坊？我还得出钱？你说是合作的，不出钱要你何用啊？温竹清觉得梁正元挺腹黑啊，把人家薛少东家拿捏得死死的，忍不住摇头。这人可真不像是个当兵的，蔫儿坏。你要多少吧？5000两吧。行，给你就是了。合作愉快，干杯。薛不凡可不愉快，喝完了酒，这心里面发苦，回房间休息去了。温竹清等他走了，这才出来。你真的打算做这个生意啊？是的，总不能坐吃空山，等着你养家。你不总是说我只是腿不能站起来，脑子又没有废掉吗？薛不凡人挺不错的，合作对我们都有好处。当然不错了，让你坑得那么惨，只给人家2成，还要人家出那么多钱，没看出来你心挺黑的。无商不奸，这是他自己想跟我合作，又不是我求他的。行吧，既然想做，那就做好。可以买些花，做成花露加进去，味道也更好闻，卖的价钱也更高，还能分开用途去卖。洗头用的，洗澡用的，洗衣服用的，还可以是专门洗脸用的，祛痘清洁。小小的香皂要是做好了，可是一门了不得的生意呢。回头我写下来，你看看，有遗漏的地方你补充一下。娘子的一番心意，我怎么能不在意呢？别喊我娘子，会肉麻的。你去写吧，写出一个计划书来。计划书就是对香皂的未来规划，还有作坊的人手开支、规矩和制度，原材料怎么解决。要是大规模的制造香皂，只靠着猪油是不够的。古代生产力低下，猪的产量也不高，一年才能养出来1头猪，上哪儿找那么多的猪油啊？那娘子可有好的办法？不，阿青，你有什么建议吗？我记得可以用椰子油和荨麻油来代替的。蓖麻油不知道行不行？这个需要你多实验几次，可以加点猪油，实验出最合适的配方来。椰子油是南边的物产，咱们这儿没有的。南边啊？让薛不凡去找一找，他家的商队走南闯北，只要有的东西就会找到。薛不凡人也不错，你别总欺负人家。我没有欺负他呀，都让他住在咱们家了，我多大度啊。温卓清没觉得，只是提醒了他一句，然后就让他进屋看了看他的腿，恢复的不错，可以试着弯曲一下，沾了薛不凡药膏的福，你的腿才能好得这么快。我试试。慢慢的弯曲了一下膝盖，真的能够弯起来。挺好的，过犹不及，慢慢来，不着急。再过几天你下地走一走，做点康复训练。谢谢你。没什么，我这也是为了我自己啊。你好起来了，我才好去做我自己的事儿。梁正元眼神微微的闪烁，突然喊了一声：“哎呦，有点疼。”不强求，我看看啊。温卓清给他把脉，灵力输入进去，在伤口处运转了一圈。梁正远眼底闪过了愧疚，阿青动用灵力，对身体会不会有所损伤呢？伤口暖洋洋的，很舒服。你这是什么功法？帮了我，你自己怎么办啊？灵力就像是你的内力，用完了再修炼啊。只要不是枯竭，伤到了筋脉，对我没什么伤害。你放心吧。哦，那就好。休息一会儿，别着急下地了。这么长时间你都等了，不差这几天啊。我知道的，你放心吧，我不会拿自己的腿开玩笑的。行吧，你休息，我去忙我的事儿了。摆摆手走了。梁正远继续活动膝盖，站在地上试了几次，稳稳地站住了，然后就迈步走了几下，也不瘸腿，心中狂喜，
他居然真的能够站起来了。韩熙坐在床上，开始修炼内力，把他散掉的功力给找回来，早日恢复到自己的巅峰状态。突然，内腹一阵的紊乱，噗的一下吐出了血来，人也是昏迷不醒。幸好梁舒尔过来看他，看到歪倒在床上的梁正远，吓得赶紧喊人：“护娘，快来啊！阿爹晕倒了，这是走火入魔了，不好办啊！”那可怎么办呢？护娘，求你救救阿爹吧！放心吧，不好办不是救不了，有我在，阎王爷手里也能给你夺回你爹来。温卓清把他平躺放好了，掀开衣服开始针灸，一会儿就在他的肚子上扎满了银针，用灵气疏导内腹紊乱的气息。不知道过了多久，梁正远终于是睁开了眼睛。我这是怎么了？走火入魔，你招惹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仇家？把你的丹田都给打散了，你想聚集内功几乎是不可能的。梁正远眼底的光慢慢的暗淡。没事儿，我还能经商赚钱，不会变成废物。你又救了我一次。你也别灰心丧气，我知道一种丹药可以帮你治好，不过需要很多药材，还要炼丹炉子。你等我1-2年，我走遍天下也要帮你找到药材。我陪着你去找，可以吗？到时候再说吧。你伤了元气，我去熬药，你养一养。温竹清让梁舒尔照顾他，出门采药去了，也挺惋惜的，替梁正远难受。曾经是个武艺高手，如今呢，却只能做一个普通人。这种落差，很少有人能够受得了这个打击。走一步算一步吧，希望他需要的药材不是太难找。走到村口，看到一群婶子大娘围成了一圈，很是热闹。凑近一看，竟然是货郎来了。大姐，你们村最大的那栋房子谁家的呀？哎，我以前过来好像没有啊。哎呦，你不知道就对了，那是温大师的房子。这位小哥以前常来吗？对呀，你什么时候来过我们村子的？以前常来的那个小伙子叫阿虎，是个清秀年轻人，没有你这么黑。哎呀，婶子，哎呀，我黑也是晒的。你说的那个年轻人是我表兄，他最近家里有事儿，我替他卖几天货，都是一样的东西。你咋还认人呢？当然认人了，谁知道你们没有以次充好呢？哎，婶子们，别着急买，明儿我的马车去镇子上，谁想去可以捎你们一程。嘿，那好啊，镇子上杂货铺的东西更全，价格更便宜。嗨，不买你的了啊。阿青啊，你又要进山呐？挖点药材，最近天气变化，熬点预防风寒的药。哎，能给我们也捎点吗？钱好说，我们给钱的。给什么钱啊？我告诉你们采什么药，自己去采了回来吃吧。嗨，都是些寻常方子，不值一提的。哎呦，那可太好了，阿青就是心善，我们村有你在呀，可真是有福了。温卓清辞别了众人，没看小贩阴冷的眼神，继续上山。婶子们散了，小贩也收起了摊子，眼神在村子的四周盯着看了一会儿，尤其是温竹清的大房子，更是凑近看一看。不知道什么时候，身后多了2只山羊，若即若离的跟着他。老婆子，这个人贼眉鼠眼的，不像是好人呢。坏人才好呢，最好是弄死那个姓温的，咱们呀也可以恢复人身了。当人就得干活养孩子，当羊也不赖啊。你这老婆子就是想不开，咱吃草就能活，非得累死累活的种粮食吗？好像也是啊。两人看着小贩在房子上画了什么记号，大模大样的跟着小贩，直到他钻进了林子里，实在是没办法跟了，这才回来。温竹清挖了药材给梁正远喝2天，已经好的差不多了，只是不能够继续的使用内力。薛不凡挺同情他的，经常的过来陪他，说点生意上的事儿。梁正远慢慢的恢复过来，跟以前一样了。薛不凡还真的知道哪儿有椰子油，只是路途遥远，运输成本太高了，还不如猪油呢。既然运输椰子油费用高，不如直接在当地加工成香皂，相对运输方便些。你们说可行吗？这个行，太行了。阿青真是聪明，比我们俩都聪明。那是自然，我可是千百年难得一遇的天才，区区小事儿能难得住我吗？我的货什么时候能拿回来啊？明儿我去探探路，给我一个你家的信物，能偷回来我就给你送到铺子里去了。那偷不回来呢？切，明抢呗，肯定能让你满意。辛苦温姑娘了。给他一个玉牌，雕刻着一个薛字，这是薛不凡的私人令牌。见到玉牌就像是见到了他，还能够从所有的薛家铺子里支取银子，数额不限。温竹清打发走了薛不凡一行，宅子里终于是安静下来。夜里，村里的狗都睡了，一行黑衣人悄悄地进了村子。
温竹清打坐，正是突破炼气4层的关键时刻，没注意到这些人。三当家的就是那座宅子，还有差役呢。不过被我下了药，今儿晚上肯定睡得死死的。咱们只要能抓住那女的，就能交差了。小娘皮胆儿挺大呀，敢杀了咱们的人，还想把咱们一网打尽，让他见识见识咱们的厉害。三当家的，小心为妙。那女的确实邪性，我就差点被她给识破了呢。她呀，是真有点本事的。哼，就是给人看风水而已。咱们山上见的还少吗？都是半吊子骗钱的。就说那个老道士整天神神叨叨的，可没见他做几件正事儿。咱们要是怕一个小娘子传出去，还怎么混呢？都跟上，今晚上老子也见识见识女风水师，听说长得还不错呢，咱们还能开开荤。那小娘子长得不错，她家还有个妓女，长得也挺不错的，才12岁，正是够味儿的年纪，三当家的肯定喜欢。其他的山匪也都笑了起来，充满了恶意。深夜里头听着呀，就跟夜宵似的。一行人期待着对温竹清一大家子的大肆凌辱，只是他们并不知道身后多了2只山羊。听到他们的谈话，小金绕着村子跑到了温竹清的后院去了。母羊跟2只小羊羔子、几匹马都喂养在后院里，闭着眼睛嚼着草的样子，被2人的叫声给惊醒了，耳朵动了动，像是人一样的叹息一声，踹了俩小崽子一脚，然后就把拴着的马的缰绳给解开了。这还不算呢，又打开了后门，吩咐2只羊去做事儿，自己则悠哉悠哉的到了温竹清的房间门口。温竹清刚刚突破炼气5层一身的汗，刚要去洗澡，就被这敲门的声音给吓了一跳。半夜来敲门，谁呀？打开一看，是你啊！大半夜的来找我什么事啊？散发出神识与母羊交流，惊出了一身的冷汗。那些山匪竟然这么大胆子，都摸到村子里来了。养你没白养啊，多谢了。看来我的地盘，让他们有来无回。温竹清冷笑，却把梁正远喊起来，还有孩子们，一家子都没点灯，悄无声息的就聚集在了梁正远的屋子里。都别吭声，有山匪摸进村子来报复咱们了，你们乖乖待在屋里，不管外面什么动静，都不许出来，知道了吗？我给阿娘帮忙打坏人吧。行，你去打头阵，交给你了，我等着你保护我。梁淑仪对了他一下，自个儿几岁不知道啊？说这些个自大的话，惹得后娘生气了吧？我还小呢，可没那个本事。当我没说啊，我乖乖在屋里等着嘛。祝阿娘凯旋，杀光那些山匪。乖乖的保护好你们自己，就是帮忙了。我最不喜欢不听话的人，记住了吗？一家子齐齐点头，就连梁正元想要帮忙都不敢说出来。他刚刚走火入魔啊，那身体啊比之前虚弱的多了，有心也无力。温竹清安顿好他们，又去找薛不凡，他带着护卫呢，护卫可以帮忙。只是那些个差役已经被人家给迷晕了，温竹清就没找他们。月上中天，山匪们已经来到了温竹清的家门口，熟练地撬开了门杠子。只是大门打开，等待他们的竟然是一只只的山羊，还有几匹骡子、驴子跟马，一个个都瞪大眼睛，死死地盯着他们呢。三当家的，这什么情况？有古怪，怎么办？退吧，出师不利，撤。只是进来的容易，想走就没那么容易了。一转身，一道纤瘦高挑的身影站在了门口。既然来了，别急着走啊，我还没有好好招待诸位呢。三当家的眼珠子一转，温姑娘，久仰久仰，我等只是想借点钱花花，没别的意思。哼，只是借钱啊，没有打算把我掳走，给你当压寨夫人吗？三当家，敢说不敢做，这么怂可不行啊！三当家的不由干笑，这女的有点东西啊，竟然知道他的身份了。小温的，既然知道我们当家的，还不快快让开？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今儿晚上我们认栽了。哦，只是一句认栽就算了吗？你不是怂恿他糟蹋我闺女的吗？怎么不敢了？你想怎么样？不怎么样，各凭本事。想从我这出去，就看你们有没有那个能耐了。好吧，小娘皮，老子看看你有多大本事！挥舞着砍刀就冲上来，温竹清2根手指头夹住了，跟班用尽力气，那愣是纹丝不动，冷汗直冒。三当家的马上扯着底下的人去送死，自己转身跳上桥头就准备逃走。只是不知道怎么的，他一直是原地打转，飞腾跳跃，却绕不过3米之外。跟班已经被温竹清一脚踹到地上了。你不是喜欢糟践女人吗？看你这一身的血腥气，没少沾染人命，怨气缠身，
平时喜欢折磨人是不是？你想做什么？不做什么，只是好好招待招待你。交给你们了。母羊叫唤2声，胡三祥化身的山羊把人给扯到了畜生堆里，这个给一蹄子，那个踹一脚的，他惨叫声连连，不知道为什么，却并没有一个人前来查看。剩下的山匪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好像这一片的空间与外界隔绝了一样，风都感觉不到吹动了。他们猜的没错，温竹清布置了阵法，不管里头有多大的动静都传不出去，还有鬼打墙，逃都逃不掉的。不大一会儿，跟班就被踹碎了肋骨，戳中了心脏，终于是咽气儿了。你们呢？仙姑，饶命啊！我们错了，我们再也不敢了。哼，你们看我的眼睛，我会相信吗？山匪只能是磕头求饶。温竹清一摆手，剩下的也被踩死了，满地的血污犹如是修罗场一样。哼，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你们自己寻死，我只能成全你们了。来世好好赎罪吧。温竹清念动咒语，打开了鬼门关，把迷茫的阴魂都给送了进去，了断了这段因果。剩下一个三当家的看着底下的人惨死，惊恐的盯着温竹清。你豪狠的手段比不上你们狠，以为我会和和尚一样超度你们，给你们放下屠刀的机会吗？不，我没那么闲。至于你呢，你不会死的，我会让你活着。三当家的不信，温竹清有这么善良？他还有用呢。温竹清要了解九峰山内部的事情，还得问他。老办法，取来了一张羊皮，直接把它给变成了一头半大的母羊，交代胡三祥2口子，你俩负责看好他，要是做得好，我会给你们解除咒语，重新做人。这次算你们立功，做得不错。你们跟大黑马通风报信的事情，就算是抵消了。仙姑放心，我们一定看好他的，我们日夜轮着班看着他，不会让他跑了的。记住你们说的话，这村子里多的是我的眼线。三当家化身的山羊还没有从自己变成了一只山羊的惊恐之中回过神来，就被拴上了绳子，被胡三祥给拉走了。母羊打了一个哈欠，带着剩下的牲口也走了，撤掉了阵法，吩咐薛不凡护卫。喂，清理干净了，别吓着别人了。温姑娘，你放心，我们会处理好的。这点事要是做不好，薛不凡花那么多钱养你们干嘛？处理了1个多时辰，温竹清跟他们打了一声招呼，危机解除，回屋补觉去了。新的一天到来，日子跟往常一样。梁书山今天练功格外的认真，甚至还想要跟温竹清对练呢。温竹清也非常的欣赏他的勇气，再一次把他给丢出去。招式不够熟练啊，接着来。梁书山筋疲力竭，撑不住要摔到地上，却是被一双结实的手臂给接住了。你这毒妇，竟然真的虐待孩子！今日非要我好好教训教训你！住手！可惜已经晚了，沙包大的拳头眼看着就要砸在温竹清的脸上。温竹清还没有动弹，来人就被梁正远及时的撞了一下，自己也被打飞了出去。主子，你没事吧？温竹清的眸子沉了沉，这里面还有事儿啊！梁正远果然不是一个简单的农夫。你来做什么？给你们送点银子，这段时间我赚的。听说你买来那个女的虐待孩子，果然不假。趁着你身体不好欺负孩子，这样的女人趁早休了吧。行啊，赶紧休！我这么恶毒的人，可不敢耽误你们一家人。谁不休谁是孙子。梁正远，你的人你来处置，别来烦我。蔡大娘，吃饭了。已经准备好了。温竹清抱着孩子去饭厅用饭，剩下梁正远几个人呢，跟那个不速之客。一顿饭吃完，那个男人一脸的不甘心，来跟温竹清道歉。对不起，我误会你了，没有伤着你吧？不敢当，你也没伤着我，谈不上跟我道歉。你这是不肯原谅我了？我都道歉了，你还想怎么样？哼，你道歉就没事了吗？自己撒泡尿照着你那张脸，多不情愿，有点道歉的诚意吗？就算是你误会了，你一个大男人，二话不说就打女人，你还有脸觉得委屈了吗？蔡大娘说到了温竹清的心坎上，她要是个普通妇人，那一拳头足够要了她半条命了。这人下手忒狠，温竹清就不打算原谅他。阿青，对不住，他是我的兄弟，一个军队里打拼的，我们感情最好。他也是看你摔下了小山，情急之下才动手的。我也跟你道歉，是我没有管住他，差点伤着你。梁老大，你怎么能跟女人道歉呢？是我的错，要打要骂随便你。给我这儿演什么兄弟情深呢？你们生死袍泽，感情深厚，愿意怎么处都行，别来恶心我。你怎么跟我老大说话呢？温竹清蓦然起身，一拳砸在男人的脸上，接着呢就是温竹清狂风暴雨一般的拳脚，打得他都喘不上气来，最后一脚踹飞出去，砸到墙上才掉下来。
这是我家，你怎么说话呢？有你来教训老娘的份吗？不愿意待在这，带着你老大给老娘滚出去！男人满脸的惊惧不定，他好厉害的身手啊！这是个普通的村姑吗？哼，别来烦我，别在我的家里撒野，懂？转身就回屋去了。小五小腿哒哒哒的追上去。阿娘，不生气，小五给你呼呼，手疼吗？男人瞪大眼睛，难以置信，主子竟然让小主子喊那个女人当娘，他什么身份啊？主子怎么敢的？你知道你错哪儿了吗？不知道。那就去慢慢想，什么时候想明白了，什么时候来。阿庆不待见你，别来烦他。老大，你真让他当家呀？你可是老大，哪家女人这么泼辣的？这房子是他赚钱盖的，小五的病他治好的，包括我的腿都是他在医治。没有他，这个家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他做主不应该吗？程勇，我欣赏你的忠心，可是你这般没脑子也不能留在我身边了。我会改的。想一想怎么让阿庆原谅你吧。梁正远心里也很是无奈，这人真的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程叔叔，阿娘帮我练武呢，不是打我。我知道你担心我，可你也不能动手啊。阿娘说过，真正的男子汉是不打女人的。三少爷，你怎么也喊那个女人当娘啊？你忘了你什么身份了吗？那枪野村姑。别说了，你想死别连累我呀！程叔叔，你给我出来一下，我跟你说说他的事情。你这莽撞的性格真的是该改一下了，得去镇子上了，路上说吧，别耽误了时辰，夫子会打手心的。一路上终于知道了温竹清的本事，程勇还是一脸的难以置信，他竟然是一个风水师，还会医术，会玄术，孩子们都很喜欢他。这可糟了，得罪的死死的，这怎么办呢？真的要求一个女人来原谅自己吗？不提程勇怎么后悔，温竹清是气得不轻，一张脸阴沉的可怕。昨天晚上被迷晕了的差役们过来见他，都被他的冷脸给吓着了。温姑娘，谁惹着你了？昨晚上有什么异常的事情没有？没有吧？好像睡得太死了。我平日里习惯夜里起夜一次，昨儿竟然没有起来，早起差点尿裤子，这就不正常了。肾不行嘛，没娶媳妇儿就尿裤子，怪不得没人跟你说亲呢。滚，说正事呢，少打岔。脑袋都差点没了，还有心情笑？真不知道你们平时如何办差的，警惕心这么差，能活到今天都是运气好了。温姑娘，这个是怎么说的？昨晚上那些个山匪摸到家里来了，要不是家里的母羊有灵性，喊醒了姑娘，咱们这一家子都没活路了。你们也是中了迷药的，要不然能睡到这个时辰。平时他们早一个时辰就会过来的，今天这么晚都没有怀疑吗？那人呢？清理掉了。你们要是要尸首，问薛家的护卫，大概是找不到全尸的。此事我得禀告县令大人呢。温姑娘打算怎么办？来而不往非礼也。你们总在这儿住着，也不是长久之计。我打算反攻回去，就今晚上吧。这太危险了吧？哪有千日防贼的？危险也得去。我从不会把我的命寄托在别人的仁慈之上。好吧，我等跟着姑娘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回去休息好，出发的时候我找你们。好。他们没脸再待下去了，出了这么大的错，温姑娘没撵他们走都已经是善良了。阿青啊，你真的要孤身一人去剿匪吗？不如等2天，我的伤好一些，我陪着你。程勇性子莽撞一些，身手还不错，带着他一起去吧。梁正远，你知不知道你这个人为什么只能当个小官，爬不到将军的位置？梁正远眼神复杂，他当一个将军都不够资格的吗？为什么？不管是朋友还是下属，可以本事不够大，能力不够强，但是要能绝对的理解你。要是朋友就是知己，知晓你现在的处境有多艰难，理解你的难处，而不是自作主张的给你添麻烦。要是下属，最基本的听话，他做到了吗？还是你御下不严，让他这么放肆？不管怎么样，你让这样一个人留在身边，就是你的失败。梁正元脸色瞬间惨白，他想起曾经的先生教导过他，能力足够，智谋也超人一筹，但是最大的弱点就是太过重感情了。就是因为太过信任朋友，才会落得这么惨，还连累了他的亲人朋友，是他的错。梁正元，温卓清看他眼神恍惚，面相上竟然出现了短折之象，吓得喊了他一声，又取出了一张定魂符，拍在他脑袋上。梁正远一下子就晕了过去。这是怎么了？估计是想起什么心事了，一时间走不出来。这个人啊，不知道怎么说他，有点钻牛角尖了。不过呢，也怪可怜的。
温竹清的心有一些软，指挥薛不凡的护卫把人给抬到屋子里去，亲自去抓药，熬好了端给他喝。梁正远还没有醒过来，即便是昏迷，眉心依旧是紧蹙着，隐忍着极大的痛苦一样。梁正远，喝药了。梁正远沉默，麻木的喝完，眼神还是沉寂，犹如死水一样，面上的灰败之色让温竹清心中烦躁。要是因此毁了心神，那就是他的错了。梁正远，我不知道你以前经历过什么，但是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温竹清心中怪异，他竟然也会给人发好人卡。好人？我算什么好人呢？我的家族因为我而遭受灭顶之灾，我的老师全族被流放，都是因为我轻信了别人，交错了朋友，才会害了多少人惨死。我怎么没死呢？这不是你的错，每个人生命中都有各自的结束，你只是他们结束之中的一个诱因。或许这些亲人朋友被你连累，下场悲惨，但是你也救下更多的人，你身上的功德做不得假。什么功德？功德就是你救下无数生灵，他们发自内心的感谢你，也可以说是信仰之力。只要还有人感激你，你的功德就不会散了。也就是这么多的功德庇护，你才能走到今天，否则你也早死了。是吗？照你这么说，我也不是一无是处。当然，人无完人啊，你重情义也不能说是缺点，总比薄情寡义、自私自利更值得人尊敬吧。梁正远沉默，脸上的气色好了一些。别忘了，你还有孩子们呢，他们还需要你保护。我都变成废人了，没有武艺，自己都照顾不好自己，哪能保护好他们呀？内力没有，并不代表你就是废人了，可以炼体啊。真正的炼体高手，雄厚的气血之力不属于内力的。而且你不是还要跟薛少东家合伙做生意吗？你能赚钱，怎么就是废人了？炼体？是啊，你要是想学，我这有一门炼体的功法，只是吃的苦头会很多，没有修炼内功轻松。我不怕吃苦，请你教我。阿青，你对我们一家子的帮助，我会铭记于心，没齿难忘。这辈子我不会负了你的。温竹清眼神复杂。是啊，他们一家子，自己终究是个外人。不用说的这么煽情，你自己的孩子自己负责。等我回来，我把炼体术交给你，你好好休息，别想太多了。刚才你心神震动太大，差点乱了心智，要不是我及时救你，就算是不死也会变成疯子的。有这么严重？你以为呢？人一旦钻了牛角尖，神智失常，不是疯子就是傻子。也就是遇到我，稳住你的神魂，否则后果很严重。我知道了，多谢你又救了我一次。不说这个了，你要真心谢我，回头分我点功德之力做报酬吧。怎么分给你啊？你需要这个东西吗？当然，谁不需要啊？修炼之人都需要的。有了功德光环的庇护，鬼神难近，能延年益寿的。我要是有你这么雄厚的功德，还怕短命啊？梁正远深深地看了他一眼，温竹清觉得自己说的有点多了。你好好休息，一切都会好的。好。梁正远觉得自己好像知道温竹清需要什么了，看着自己的双手，如果这些功德都给他，他会留下来吗？温竹清出来，胡自强正陪着蔡大娘说话呢。温姑娘，我家多了一只羊，脾气可不好了，不过那俩老的收拾它，不敢逃跑了。这也是给我的吗？你不用多管他们，人还齐生呢，别说羊了，让他们自己解决。我知道了。突然陈六跑进来，温姑娘，不好了，孩子们被山匪劫走了。怎么回事？你仔细说说，孩子们不是去镇子上上学了吗？山匪那么大的胆子。我不是去县城禀告昨晚的事吗？半路上看到一个人浑身是伤，把人救下来，他跟我说的。人呢？在我们院子里呢。带我去看看。果然是程勇。此时的他凄惨无比，身上都没一块好肉了，还有多处的骨折，这是被多少人打的。姑娘，我程勇错了，求你救救孩子们呀！我给你当牛做马都行，求你了。我最不缺的就是牲口了，你当牛做马都没这个资格。仔细说说，怎么回事？不用你求我，孩子们喊我一声娘亲，我都会尽力救他们的。我们走到半路就被他们给拦截了，他们骑着10几匹马，抓着大姑娘威胁我，我不敢反抗，被他们给打晕了。他们还说让您带着他们的人去交换。哼，魂儿都没了，哪来的人？这么快就找上来了，还知道行动失败，镇子上
有他们的眼线。村子里不大可能，他自信村子里的人没这么大的胆子，敢勾结山匪来害他。怎么办呀？稍安勿躁，既然想要人，就给他们吧。你安心养伤，别想那么多了。程勇被抬到了梁正远的房间里，温竹清给他正骨，打上夹板包扎好。梁正远也很担心。阿青，去县里找县令大人，实在不行，请县里的千户所出兵。这股山匪太猖狂了。只是几个农家孩子，县里不会出动太多兵马。县令大人要是能剿匪，也不会等到今天。我自有法子，你俩安心养伤吧。温竹清一走，程勇就惨兮兮地说道：老大，对不住，我不知这姑奶奶的厉害，我给你惹祸了。你这莽撞的脾气不改一改，还有更大的苦头吃呢。阿青是家里的顶梁柱，他不计前嫌能救你，你想一想以后怎么求他原谅你吧。程勇想说做牛做马，可是温姑娘不需要牛马，不缺牲口，那他能做什么呢？程勇也非常的迷茫。温竹清待在房间里面没出来，午膳都给耽误了。蔡大娘担心的不行，薛不凡也把自己的护卫都给带来，交给他使唤。温竹清出来的时候已经是申时了，看着一院子的人担心的目光，都别哭丧着脸，正愁没机会上山呢，这不是机会来了吗？我需要10多个年轻男子，你们谁来？我来，是我们的失职，我们愿意听从姑娘吩咐。温竹清选了10多个身材和昨天晚上的山匪相近的，让他们进屋。在他出来的时候呢，他们已经变了一个模样。易容术。薛不凡眼神闪亮，温姑娘还有多少的本事是他不知道的呀？阿青，你是打算带着他们上山，把孩子们换回来吗？不错，他们要人就给他们了。幸好三当家的没有杀了，有他在，那些山匪不会怀疑的。你们就当这是易容术吧，都嚣张起来啊！想想山匪什么样子，都装得像一点啊！咱们里应外合，彻底剿灭这伙贼人。好，温姑娘好本事。好好的吃了一顿饭，找来马车，带走了胡子强家里的那只羊，温竹清就上路了。温竹清亲自看守那只羊，这可是三当家的，指望他带路呢。不知道为什么，这只羊眼底怨念满满，不是恨，非常的复杂，让温竹清摸不着头脑。你干嘛这么看我啊？今儿送你回去，你不高兴吗？母羊咩咩的叫唤着，温竹清挠头，这也听不懂啊，只能够用神识来跟他交流。结果就发现了不得了的事儿。哎呦，你也有今天！报应啊！太好了，真是报应！母羊羞愤，羊脸上都红彤彤的，不管不顾的要对死这个女人。要不是她的话，自己何至于受这么大的羞辱啊？真是丢死个人了。当人的时候都是他糟蹋别人，当了羊好了，竟然被羊给强行那啥了。温竹清笑得都肚子疼，感慨着造处术的神奇。原来胡三祥两口子都是公羊的皮，所以呢都给转化成了公羊。三当家的呢却是一只母羊啊，结果那俩奇葩就把三当家的给强行欺负了。这是羊圈的案子，都没地方说理去，这可真是意外之喜啊！三当家的都恨死了胡三祥那2只羊，只要他回到山上，一定把他们给杀了炖汤喝。他以后半辈子都吃羊肉了，他什么都不吃，他最恨羊这玩意儿。有了这个插曲，温竹清的心情好了一些。天黑的时候，终于是到了九峰镇，不敢耽误，把三当家的给变回来，捆好了下了马车。那只母羊呢？我给收起来了，修行中人的法门，小把戏而已。这是三当家的，温姑娘把他关在哪儿了？你们不需要知道，总之落在我手里，我自有法子看好他。三当家的，上山吧。哼，想让我带路，你想的倒是美。你看看这里有多少男人啊？你说说，我把你变成一只母羊，他们变成公羊。不要，我带路。你这个邪恶的女人，你不是人，你是个女魔头。哎呀呀，女魔头多好啊！你最好别盼着我做个魔头。魔这种东西也是真实存在的，吸人血，吸收怨气、阴气、煞气来修行，可没有善恶之分，只凭着本性做事。我要是魔头，先收拾你。三当家的只好带路，心里当然是不甘心的，想着法子要逃走。山路崎岖，有的地方陡峭的只能够容纳一个人过。经过一条小路，三当家的突然就撞开了身边的人，跳下一条小路跑了。温姑娘，怎么办呀？别追了，他逃不出老娘的五指山。温竹清淡定的很，早料到这个人不会老实了，怎么可能会没有后手呢？他会自己回来的。咱们休息一会儿，吃点东西吧。赶路了大半天，晚饭都没吃，正好休息休息，吃饱喝足，满足的打了一个嗝，舒服。窸窸窣窣的声音响起，什么东西？是我。三当家的臊眉打眼的回来了。哎呀，三当家的怎么又回来了？
你看看，我们刚吃完干粮，没有你的了，饿着吧。三当家的现在看着温竹清，那就跟看个妖精似的，太会折磨人了。他以为自己能够逃脱呢，刚高兴了没一会儿，这肚子里就翻江倒海一样的疼起来，他就明白了，这女的是给他下了毒呢。没事儿，饿一顿也饿不死的。爽快，你跟我说说，你们山上几位当家的都是什么脾气秉性啊？大当家的徐彪，人称徐大斧头，擅长使双斧，武功最高，人也豪爽讲义气，谁想从我们山头过都得给好处，也有些威名。二当家的是个读书人，武功不高，但是计谋厉害。大当家的都得听他的话。我是老三，还有个老四，在外面打探消息，很少回来，只跟大当家的有联系。五当家的你也见过，不是折在你手里了吗？也就我们5个人，每个当家的手底下都有30多号人，再多就养不起了。还有一些家眷，这个山里面住着200多人呢。温竹清的脑子里面划过了一道灵光，哪里不对劲儿，却想不出来，暂时压在了心里，继续问山上的地理布置，想着撤退的路子。三当家给山里发了信号，山上终于是下来人了。就是你这小娘皮，抓走我们三当家的。哼，就是你们这群小瘪犊子抓走我孩子们吗？还好意思说自己是混黑道的，我看就是一群无赖小人，祸不及家人，有事冲我来，对孩子下手，也好意思说自己是绿林好汉。你这个女人疯了吗？不想要你家孩子了？你们不想要你们三当家的了吗？看来你在山里地位也不咋样啊，人家根本不重视你呢。既然没用，不如现在就剁了吧。说着就要动手，长刀都放在他脖子上，直接划拉一下，鲜血 biu 一下就冒出来了。别杀我呀！你们这群混账东西，不想要老子活了吗？好好的让他上去呗，惹他做什么？那群小崽子又不是亲生的，他能真的心疼吗？三当家的那也是有己夺人，觉得温竹清不是真的疼孩子，继母后娘什么的，有几个真心喜欢前面的孩子的呀？温竹清好笑，这人倒是帮了他忙。你上来吧，给我们三当家的包扎一下，流着老多的血，别给流死了。不会，人身上的血多着呢，这点伤口一个时辰流不死的，赶紧带路。温竹清才不浪费这个时间呢，隐约有一些焦躁。此时山上的正中间广场上已经聚满了人，梁淑仪几个就被他们丢在中间，像是看小鸡崽子似的。大当家的徐彪吃一口烤肉，喝一碗酒，一身的豪迈。老大，真的要放了几个小崽子？哼，你以为老子那么好心啊？要不是三弟落他手里，老子能跟这儿熬着，早抱着美人睡觉了。想要美人，这不现成的吗？大姑娘长得挺水灵的，大当家的不享用一下？众人阴森森地看着梁淑仪，你们言而无信，敢欺负我姐，我母亲是不会放过你们的。老子是山贼，要什么信用啊？就欺负他了，小崽子，你能怎么样啊？呸！大黑个子，你是不是男人？山贼就能这么无耻了吗？我看你也是磊落汉子，竟然欺凌弱小，抓孩子也就算了，还说话不算话，亏你长着俩蛋的呢！以后别说自己是男人，丢了爷们的脸。众山贼们哄笑，这小子有点意思。小兔崽子，从哪儿学这么多话呀？老兔崽子，小爷鄙视你！有本事真刀真枪的跟小爷干一架，小爷要是怂了，给你跪下当孙子！众人正无聊呢，马上起哄叫好。徐彪就让人松开他，找一个下属跟他打一架。梁书山人不大，气势可不弱，起手势就很有样子，让众人都渐渐的认真起来。这小孩有点东西啊！小崽子，你会点把式，就以为自己多厉害了？老子让你跪下喊爷爷！属下先出手，梁书山沉稳应对，平时的训练跟温竹清泡的药早，在这一刻就看出威力来了。抽冷子一拳砸在对方的肚子上，直接给砸倒在地上。那人捂着肚子，竟然就起不来了，全场都静了下来，难以置信的看着他。该你跪下喊爷爷了，不过小爷不稀罕你们这种孙子，丢了小爷的脸。嘿呦，真是见鬼了！一个小孩都能来咱们地盘撒野了，谁去教育教育他？我来。这次是个敦实的汉子，看着憨厚的脸，眼底却藏着奸诈。梁书山这一次主动出手，那人阴险至极，竟然使出了兵器来。梁书山差点被他给砸断了胳膊。你无耻！小子，好叫你知道，跟老子斗你还太嫩了点儿，老子还没有使刀子剁了你呢。这么肥嫩的小崽子，看着都好吃啊！几个孩子都吓坏了，他竟然还吃孩子。怕了吧，跪下磕头，
老子不跟你一般见识。你做梦吧！梁书山有了防备，继续进攻，不过走的那是清零路线，不敢再硬碰硬了。就在汉子不耐烦要砸他的时候，一道劲风打中了他的麻筋，棍子掉到了地上。梁书山抓住这个机会，抢下棍子就反攻回去，把他打的是嗷嗷直叫。没有人注意到小满收回的手势，小脸一阵的苍白。姐姐，阿娘马上来，阿娘会救我们的。弟弟不怕，姐姐没事。徐彪终于不笑了，能够养出这么厉害的小崽子，那个女人又该有多厉害啊！怪不得能够让自己的人吃亏呢。老大，人已经上来了，带进来。温竹清被人带着缓缓地走进来。就是你们这群不要脸的无耻之徒，掳走我家孩子。哎呦呦，长得都这么难看，就差把坏人写脸上了。不当山匪都白瞎了你们的面相了。三儿子，怕不怕？不怕，阿娘，我刚跟他们打一架，他们不要脸，打不过就用棍子，太无耻了，让他们下辈子做太监，不配做男人。这个提议不错，不过太监也是人啊，他们恶贯满盈，太监都做不成，大概会在18层地狱走一遍，能投畜生的都是他们运气好，禽兽不如，活该！你们的人都在这儿呢，把孩子还给我。你觉得来了我这九峰山还能活着回去吗？哼，果然是一群畜生，也没指望你们能当个人的。温卓清一甩手，飞出了几张定身符，快过来！孩子们赶紧跑过来，大当家的吩咐温卓清带来的山匪抓着他们。可惜这些人反而是死死的压着三当家的，把孩子们扯到了身后护着，没听他的话。你们敢背叛老子？老大，他们不是咱们兄弟，早晚他们都死了。这女的会妖法，就是神仙，今儿也得在这儿动手。几个下属跑出来，往温竹清那脚下丢下了一个个的小圆球，圆球炸开了，升起了一团团的黑雾，浓浓的阴气弥漫。看你这么嚣张！阿娘，你没事吧？温竹清没什么事儿，但是想要冲出来还是有一些麻烦。这些黑气都是浓浓的阴气，专门克制正统的道法。温姑娘，快走，带着孩子们下山，别让我分心。可是温姑娘你走。温竹清冷静的声音让孟阳不敢违背，抱着孩子就下山去了。我要阿娘。小五，咱们在这儿只会多累母亲，没有咱们，母亲才能够放开手脚来对付他们。你别哭了，会让母亲分心的。可恨咱们学艺不精，不能够帮助阿娘。你们回去帮他，我们自己下山。孟阳犹豫了，这个主意也行。陈六、关照，你们小队的人留下来，其他人送孩子下山。好，老大。小五也不哭闹了，眼泪却止不住的流下来，一股想要变强的信念在心底慢慢的发芽。且说温竹清在孩子们走了之后也不挣扎了，这东西还真有用啊，不枉费老子花那么多钱弄回来。小娘子，你还有什么招式都使出来吧。哼，死到临头还不自知。我说今天是你们的忌日，就绝不会等到明天。说完闭上双眼，双手打出复杂的手势来。有仇报仇，有怨报怨，去吧。一道道的黑影进入了山贼的体内，他们的眼睛突然就变成了黑色，抽出刀子冲着同伴就砍了上去，场面是急转直下，一下子就乱了套了。都住手！怎么回事？温竹清跳到了高台上，看着底下的人自相残杀，犹如修罗场一样。徐彪终于知道，有些人不是他能够惹的。哎呦，姑奶奶，仙姑，我错了，你饶了我吧，我把几十年的积蓄都献给你。温竹清眉眼一动，这些山匪打家劫舍，积攒了多年的财富肯定不是一个小数目，只可惜不义之财他不能要，否则会遭报应的。眼看着死的人越来越多，温竹清要出手的时候，天上突然就响起了惊雷，徐彪举着斧子被雷给劈死了。老天都降下惩罚，你们死有余辜啊！取出了桃木剑，举手对着天空使出了引雷术，一道道的惊雷落下，高台上所有的山匪都被劈死了。孟阳等人是目瞪口呆，这个场景一辈子都忘不了。温大师，这都死了，你觉得还能有活口吗？不过也难说，去搜查屋子里，他们还有家眷。哦，也是啊。不仅有山匪的家眷，还找到了2个年轻女子。你们是谁家的姑娘？我乃是县城里桑家的小姐，昨儿出城上香，被他们给掳来的。仙姑，求你救救我，送我回家好不好？这些人是差役，他们会送你回去的，别担心了。
谢谢仙姑。不用喊我仙姑，我只是修道中人，我姓温。温姐姐好。这姑娘长得清秀可人，温柔大方，温竹清看着就挺喜欢的。只是她眉宇之间的黑气还没有散去，甚至还逐渐变浓。按说已经安全了呀，应该是劫后余生的好面相才对嘛。温竹清蹙眉，想不明白，怎么了，温姐姐？我看你愁眉不展，需要我帮你吗？三姑娘，你的死劫还没有过去，你这次回家怕是还有风险。这样，等会儿我亲自送你回家吧。啊，真的吗？太谢谢温姐姐了。不客气，吃点东西再走，不着急这一会儿。阿娘，你没事吧？阿娘，你三儿子来了，还有我才是阿娘最疼爱的小孩子呢。三哥，你别老抢我的花。温竹清笑了，心中暖洋洋的。虽然他们都下山是自己想要的，可是现在折回来，代表着他们心里面有自己，还是很高兴。不过脸色绷着，不听话，不是让你们回家的吗？孩子们都低着头，乖乖的挨训。梁树一眼珠子一转，后来下雨了，下山太过危险，我们没办法，就等着雨停了。这不想着母亲你还在山上吗？不放心，我们就过来看看。下次不许这样，让你们走是为了你们好。我们记住了。阳光升起来，温竹清盘膝而坐，开始运转灵力，抓紧修炼。孩子们也不闹腾了，乖乖的陪着他。几个孩子挨着阿娘身上暖烘烘的，孩子们有一些犯困，陪着温竹清修炼完已经睡着了。温竹清抱着下来，送到屋子里面让他们休息。梁淑仪和梁淑尔去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温竹清没有休息，而是去找徐彪的藏宝，这些是要交给县太爷的。不过呢，自己可以先看看有没有用的东西。他需要一些玉佩，有升级之气的铜钱，自己拿了也没什么，算是他辛苦一夜的报酬。只是徐彪藏宝的地方非常的隐蔽，山匪都死光了，找了半天呢，愣是没找着。小五醒过来，哒哒哒的跑过来抱着他的腿。阿娘，你怎么没有陪着小五睡觉啊？小五这么大还有阿娘陪着，羞脸。温竹清哄着小五，也不急着找宝藏，哄孩子最要紧了。大当家的也是个会享受的，地面上铺着厚厚的毯子，看不出来是什么皮子，毛乎乎的，挺舒服的。小五闲不住，阿娘没事儿就开始调皮了，小指头抠着毯子，一块块的给抠开了。唉，你别抠了，指头不疼的吗？突然轰隆一声，小五凭空掉下去了。小五凑过去看到一个地洞，小五已经消失不见了，竟然是一个地窖，怪不得找不到宝藏呢。温竹清赶紧跟着下去。小五不愧是运道非常好的孩子，随便调皮都能发现这么一个大秘密。温竹清滑了下去，小五已经落到了地上，屁股底下垫着东西，没摔着，还在好奇地打量四周。没事吧？下次还敢调皮不？不敢啦，阿娘。阿娘不是每次都能救你的。不，阿娘会救我的。小五相信，不管身处何处，阿娘总会来找他，不会丢下他不管。被你吃得死死的，我温竹清活了这么些年，第一个把我拿下的男人竟然是你呀！哼！环顾四周，一个个红木箱子摆放整齐，那是白花花的银子，还是那种官银。温竹清对这些不感兴趣，交给许县令吧，算是他的政绩。倒是角落里的一个白玉盒子吸引了他的目光，竟然感觉到了阵阵的灵气波动。打开一看，是一株白玉人参。好心的姐姐，你救救我吧！脑子里竟然浮现出一个小孩子的声音来。啊！你竟然生出灵智了，这可了不得，人参成精了，这得是多么珍贵的宝贝啊！温竹清都忍不住的咽了一下口水，想要啃上一口。姐姐，我还是个孩子呢，我已经在这儿等了好长的时间，没有灵气给我，我要死了。人参也是要修炼的，在地底下吸收不到月之精华，也没有太阳、水分，这只人参精生出的灵智迟早会被磨灭，成为一株普通的人参。温竹清输入自己的灵气，人参须子摆动，开心的手舞足蹈。谢谢姐姐，我就知道姐姐是个好人。小崽子，别吹彩虹屁，我救你，你能给我什么好处？要不给我点人参须子，我入药可以吗？姐姐，你怎么可以吃我呢？我还小呢。行吧，等你长大点儿，记得加倍回报姐姐啊。温竹清把它放到了荷包里，不是没想过要吃了它，而是因果太大了。这种天地灵物吃下去修为是快，却是会有孽债，会被天道针对，没有好下场的。阿娘，
这个珠珠好漂亮啊！温竹清接过来，却突然丢掉了。原来灵气不受控制的被吸走了。这珠子可真是邪门啊！阿娘不喜欢吗？温竹清拿出符纸，先给封印了。喜欢的，回家慢慢玩，看看还有什么好东西啊。温竹清又找到了一箱子的玉，整块的玉石，通透无瑕，价值连城。这些东西呢，都毫不客气的收下了。反正给了官府，他们也只会当成是不值钱的物件，用来显摆，做成首饰、玉佩什么的，还不如给自己，还能救人呢。之后的东西就没什么太过出色的，金玉宝石而已。阿娘，你在下面吗？在呢，不要下来，我马上上去。温竹清没找到机关，只能够用笨办法，一点点的爬了上去。底下有什么宝贝吗？被你猜中了，确实有宝贝的，金银珠宝。咱们不要这些不义之财，都给县太爷造福百姓喽。啊，咱们不要啊？不要，都给县太爷。你后娘能赚钱，咱不差这点钱。母亲高义，就按照母亲说的做吧，咱们家不取这些个不义之财。梁淑仪都想翻白眼了。你们都是高尚的人，就我是个俗人，好吧？孟阳等人也很钦佩，温姑娘的功劳太大了。县太爷如果不好好的奖励姑娘，他们都不愿意。剩下的山贼家属们都交给县里来处置。温竹清带着孩子们先回家，梁正远该担心了。